俄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巴赫穆特攻坚战，但就在俄国人还没走出战役喜悦的时候，乌军也反手给俄军来了一次痛击。位于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又出了事，俄罗斯随后也在别尔哥罗德州宣布进入反恐特别状态，调集大量兵力前往边境地区肃清渗透进入。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最近沉寂了挺久的俄乌冲突前线又出现了不少全新的进展，在经历了大半年的争夺之后，俄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巴赫穆特攻坚战，完成了预设的将这一城市作为绞肉机，有效消耗乌军有生力量的目标，夺取了这一被乌克兰宣传为坚不可摧的堡垒城市。通过200余天的战斗，也重创了乌军20余个旅级单位，基本掌握了整条战线上的主动权。但就在俄国人还没走出战役喜悦的时候，乌军也反手给俄军来了一次痛击。位于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又出了事，乌军组织的数个渗透破坏小队成功地穿越了边境，拿下了数个村落，引导炮击了俄罗斯境内的数个幼儿园、医院等民用设施，抢夺了一些民用汽车，并打死打伤了一些民众，算是在舆论上扳回了一城。这毫无疑问是乌军组织的又一次针对俄罗斯平民的跨境恐怖袭击。俄罗斯随后也在别尔哥罗德州宣布进入反恐特别状态，调集大量兵力前往边境地区肃清渗透进入、展开破坏行动的乌军侦察与破坏小组。不过，从目前俄罗斯的种种反应来看，这些乌军的特战小组应该是分散隐蔽了开来，还尚且没有完成肃清行动。这已经是今年第2次俄罗斯本土遭到乌克兰特种部队的跨境突袭。在3月时，乌军也组织过一次类似的行动，越过边境枪击了一辆校车，摧毁了一个医院，也造成了数个平民伤亡。而与上一次突袭行动完全一致的是，乌克兰再一次先在网络上宣传自己取得了伟大胜利，随即基辅当局立马与自己撇清干系，将责任推到了所谓的自由俄罗斯军团，也就是所谓的反对派游击队的头上去。然而谁都知道，这么一支游击队实际上隶属于乌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直接听命于乌军总参谋部的指挥。要是按泽连斯基撇清责任这种逻辑来看，那莫斯科的决策核心里可是大量的乌克兰人。俄军，尤其是俄军高级将领当中，更是乌克兰人含量极高。特别军事行动也不过就是反对基辅现政权的乌克兰人发起的一场内战而已。所以俄国人当然不会听这种拙劣的解释。在边境平民遭袭之后，便展开了规模不小的回击，数十发导弹对乌克兰纵深目标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乌克兰大半领土又开始拉响防空警报了。1年之内2度遭袭，不得不说俄国人这个边境戒备程度还是挺丢人的。特别军事行动1年多了，本土已经突袭过一次了，居然还能让乌军以相似的线路，用相似的方法再次摸进来，取得一次舆论上的胜利，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至少说明俄国人在整个北线方向是相当麻痹，缺乏必要的实战与敌情意识的。对现在的乌克兰军队来说，选择这种对俄罗斯国土进行恐怖袭击的背后逻辑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最简单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巴赫穆特的惨败给士气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打击之后，迫切的需要一场成功的行动来挽回信心，重振士气，挽回颜面，并向西方证明乌克兰依然有强大的抵抗意志与抵抗能力。那去巴赫穆特再冲一轮瓦格纳显然是冲不过的。扎波罗热大反攻喊了几个月了，好不容易组织一次连级进攻，还被俄军拿炮兵直接给打碎了。那对着别尔哥罗德的平民上演一出打不过俄军我还欺负不了你的筹码，不就再正常不过了。乌军也是成功的达到了这一目的的。你看，这次袭击事件一出，全世界的舆论都开始不谈论俄罗斯在巴赫穆特的全面胜利，不谈论乌军在巴赫穆特的重创之后未来该走向何方的事情了，开始集中宣传起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成功突袭，
俄军防线出现纰漏，俄军再次丢大人的事情来。虽然说这种突袭与在巴赫穆特的几万阵亡、十几万伤亡比起来堪称微不足道，但通过舆论也足够塑造成伟大胜利，将乌克兰从关键战役失败的阴影当中拉出来了。同时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突袭行动来给俄罗斯境内制造恐慌，打击俄国的内部士气，制造平民与俄军之间的对抗，削弱俄国平民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力度。这点应该也不需要多解释，只要去 VK 或者电报上随便打开一个俄罗斯组群，看其中对这次边境遭袭事件的一片骂声就知道了。实际上，从去年2月末开始，俄罗斯民众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力度就完全超出了西方以及乌克兰的预期。通过这种恐怖袭击，乌克兰也是希望改变这种局面。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点起到的实际上完全是反效果。不光没有加剧俄国人对军队的不信任，没有削弱俄国人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反而进一步地加强了俄罗斯人对军事行动的内部共识。更多的俄国人开始认为，之前的俄军太过仁慈，应当全面地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彻底摧毁乌克兰的军事能力。另外就是乌克兰人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制造军事压力，迫使俄军改变目前的军事部署，削弱在前线的兵力水平，以给自己的反攻行动创造空间。大家也都知道，乌克兰人喊宣传大反攻的口径已经从春季大反攻变成了夏季大反攻。基辅的统帅部自己也清楚，俄军已经在前线形成了连续战线，尤其是计划反攻的扎波罗热方向已经构筑了完备的梯次防御体系，直接反攻是没有任何胜算的。通过这种袭击，能给俄军制造出俄乌北部边界需要防守的政治压力，迫使俄军从东线、南线撤出兵力来，投入到边境守备当中去。在削弱了俄军前线的兵力之后，才有反攻的可能。但从这一点上看，也是不现实的。随着俄军将战线拉平以及控制区的相对稳定，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边防军和国民禁卫军内卫部队都已经撤回国。这两支部队也有数十万的规模，拉动起来也足够完成边境反恐的任务。